我觉得说可能拍出一些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说，客观存在的一些环境的问题，但是又怎么能去克服这些环境产生的问题，让它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表演。我觉得这个是我遇到的一个新的难题，就是基本上就围在那个暖炉，就是很多台，然后我们就围在那儿。然后一喊 action， 然后马上脱掉大衣，然后就站在那儿拍，赶紧拍，就趁有温度赶紧拍，不然隔个几分钟之后就整个人就冻住了。嗯，对对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场，就是我得先吊着，然后一遍一遍的吊，因为要跟那个机器配合，就是机器也跟着我一起上，就是如果配合的不好就得重来，配合的不好就得重来，反正那条还拍了挺久的。害怕，对，其实我挺害怕的，就是因为压力还挺大的。首先，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IP，然后有很多喜爱它的朋友、书粉也好，或者是观众朋友也好。其次，它是一个电影，所以我觉得压力还挺大的。对，我现在也压力山大。电影更加残酷啊，电影的反馈就很直接呀、好就不好，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对，这个比较靠票房说话。票房跟口碑吧。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口碑，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口碑，才能有一个好的票房吧。嗯，哎呦天哪，我觉得运气好吧，运气好。因为我觉得努力的人真的太多了。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运气很好，得到了这个机会，然后也珍惜了这一次机会，所以我觉得，就顺其自然，还挺好的。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我觉得说红，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包括他们说的爆，我觉得什么样算红，什么样算爆呢？其实我一直都没懂这个问题，谁来定义呢？所以我对自己更多的说的是价值，就是创造自己的价值，就是非你不可的价值。我觉得这个好过爆跟红，就是爆跟红，我老觉得是，就像我自己说的，我不想做昙花一现。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想做，就是像烟火一样，就是闪耀过后马上就陨落。我想做的就是创造自己的价值，然后让这个娱乐圈也好，或者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也好，有我的一个位置吧。那您能够就是给我们说一下，就是说这个价值包括哪些部分呢？价值，我觉得这个就太广泛了啊！商业价值，你演戏的价值，演员的价值，包括你做一行都有一行的价值。比如当我当设计师的时候，我要创造我的 logo 的价值，我要让客户喜欢上我做的东西，我做的东西能给他带来收益也好，或者带来更多的关注也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价值。就像包括你们做采访，我觉得今天能写出一篇不同于别人的采访，能吸引到更多人、更多的听众、更多的读者，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价值。现在嘛，说不定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吧？啊，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可能就现在还是一个设计师吧。哎，那也说不定。我这么不安于现实的人，我可能不安于现状的人，可能说不定我也不知道现在可能在瞎倒腾什么，但是估计就是我不会很让自己处在一个常态当中，我不太喜欢。对，我不太喜欢，我不太喜欢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我觉得有，就是遇到困难就迎面而上呗。对，我觉得不逃避，也不找一些理由吧，因为我觉得说怎么过好明天更重要，而不是找一些理由开脱你的曾经。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就是大家都要以后越过越好才行。嗯，不爱，特别不爱。频率呢？
频率。我可以说我感觉我把这一辈子的眼泪都在戏里面都用完了，就生活里面真的是基本上不哭，除非是看到哭，也是因为看到一些很动人的一些作品啊，或者说看书啊，就是因为这种而落泪，不会说因为生活中碰到一些困难就哭，我觉得还好。有多大的助力？我真的觉得就还好吧，真的，我觉得娱乐圈帅的人、好看的人太多了，我可能就是真的运气比较好，然后，大家可能比较喜欢我吧，但是我觉得说一个良好的形象哈，我们不逃避这个问题，一个良好的形象确实会帮自己加分，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实话实说，我觉得人是一个非常感官的这样一个动物。自己第一眼看到让自己觉得舒适，让自己赏心悦目的东西，它就是会有好感度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个。会收到一些喜欢的人的一些告白吧，对，然后就对，哎呦，不好意思啊。就是对，包括之前在实习当设计师的时候，其实也会跟客户去提案的时候，会讲解自己的设计的时候，确实是他们会更加的愿意去听你在说什么，就是所以我也觉得说客观承认一个良好的外貌确实会有加分了，当然，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敲门砖而已。当你打开这扇门之后，更多的就是真功夫了，这个就没办法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哎，但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不算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每个演员是为角色而生的。你如果今天有一个剧本非常吸引到我，但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个军人，或者他是一个军旅题材，他是一个硬汉。OK， 没问题，我愿意放下我手里的工作，我花3个月、花半年的时间去训练，我 OK 的。这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选择题，就是它是一个你自己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就是我没有人规定我一辈子我都要当这样的一个肖战，这只是我目前阶段，包括我接到的一些角色，他给予我的，我觉得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反派角色，就是坏坏的，但是其实他又是好人，但我觉得这种角色很带感。那我觉得张小凡后期的那个诡异的那个形象，其实就是比较符合的。但是他转变之后，因为我们拍，因为出现的体量非常大，我们刚好拍到他转变之后的那儿，然后电影就刚好进行到这部分，所以后面的部分我们还没有拍。不过马上就应该可以，以后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角色。对，我相信以后应该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我吧。就是正常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呀，洗衣服、点外卖、逛超市，就我很生活，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老百姓对明星有什么误解，觉得明星都不沾地儿了，都不沾地是吗？走路都给我飘是吗？但其实就还好，就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对于我来说，其实我生活比较独立一点，包括我现在拍戏，我也是买个洗衣机，然后都自己洗，然后该手搓的还是手搓。也买了一个洗衣机。对。做呀，我以前会做，因为现在时间不允许，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我以前其实空闲时间比较多的时候，还是会做饭。OK，抛掉名声往往还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我觉得明星怎么说？我觉得它是一种职业，它是一份工作。当我需要出现在镜头跟聚光灯下的时候，对我可以万众瞩目，然后我可以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这是对啊，娱乐圈不就是这样的名利场吗？但是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还要这样，在家里把灯全部打开，把聚光灯都给我打开，就是在家就是正常人，就该回去北京瘫就北京瘫，就瘫在沙发上。我一回家，我基本上就先瘫个20分钟，然后再起来卸妆、洗澡、睡觉。其实当我是这样脱离就完成这份工作的时候，比如今天我发布会结束之后，回到家就是放松。我工作结束了，我下班了，我能感受到你下班的开心，对吧？这个老好人嘛，我觉得是，如果跟我说这种话的，应该就是只是打一个照面的朋友吧。就是跟我很熟的人都知道我的脾气其实挺硬的，就是挺刚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就不太会有一个灰色地带。对。然后就是当然我觉得说我是一个选择说不喜欢把氛围搞得很不舒服的人，我喜欢大家都其乐融融，因为我觉得这样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状态，大家才能有动力。激怒吗？对，有啊。比方说吗？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在我的思维范围内，然后他没有做，就是发生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它却发生了，我就会非常的不理解。我说怎么能就是出一些这样的错误，或者是我们怎么可以把时间浪费到这种事情上面呢？原则性吧，我觉得我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特别有男友力的那种感觉啊，真的。但是可能想问你有没有特别钢铁直男的时候？不解风情啊。不解风情的时候是吗？有。我最近不是在拍这个现代戏嘛，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以前好像是个挺幽默的人，然后现在跟我的对手有时候我们就片场说一些就开玩笑啊，或者一些笑话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就是这些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说你怎么 get 不到我们的笑点呢？我说，我这个人很能 get 到啊，就现在会觉得说，真的有点脱节的感觉，多上网吧。我说，哇塞，居然敢这样说我。